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延续最近一段时间的看图说话。我们今天这个看图说话的文章是教你炒股票31课，资金管理最稳固的基础的插图。因为在禅师原文里面，它并不是每一个文章都有他自己制作的这个插图，反而很少，它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几篇文章里面有他画的图，大部分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他提的具体的股票，因为时间的原因比较久了，有的股票可能名字改掉了，或者说他当时分析的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他分析的周期比较小，现在去找的话也找不到。但是有心人，这位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位师兄或师姐，他在知乎上，自己发表的这个东西，也是分析禅师的文章，然后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资料，找到了这个禅师分析的这个具体的股票，做的一些插图，我们借用过来，这是他的这个发表的地址。那么如果这位师兄或师姐无意中看到了我的视频，对吧？那么觉得我用你的制作的插图不妥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借用你这些插图我取消掉。我在这里说一下，因为版权是这位师兄或师姐做的。好的，这是第31课的这位师兄做的，师兄或师姐做的这个插图。这个文字呢是禅师的文章里边的文字。那么它这个个股就是深天地 A，这就是说禅师讲的这个，有的时候禅师没有讲这个个股的名字，是这位师兄或师姐可能他通过禅师说的这个价格呀、股票的这个走势的情况分析来的，也是其中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禅师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去提这个具体的名字，他用的很隐晦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31课的这个例子，资金必须长期无压力，这是最重要的。有人借钱投资，然后盈利后还继续加码，最后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看这个下面的文字，对于他来说，96年最后3周一定是最悲惨的，股票从12元在3周内急跌到6元以下，对吧？那么这很清楚，这是禅师发文章的这个时间点。这是96年的12月13号，对吧？96年的最后3周，那么这个最高点是12.03，在这个位置，然后从12.03跌到了这个最低点5.67，也就是96年的12月25号，用了这个3周的时间。那么从12块钱跌到了5.26，直接腰斩了呀，对吧？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全都是好多跳空缺口。如果说你当时也关注这个股票的话，都是跳空那个跌停板下来的。如果说你想出来的话，可能在第三天的话能出来，对吧？大概是10块钱左右应该能出得来。如果说你是当时当下也操作这个股票的话，对吧？但是呢，其实它前面我们从这个96年12月13号，如果把它断开的话，它前面的走势已经给到了，它已经开始出现衰弱的一个迹象了。用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如果说从这个地方作为起涨点的话，一二三四五，一个典型的一个五浪上涨啊，明显这个第五浪，明显这个小五浪跟前面的3比的话是弱的呀，是偏弱的。然后你看它的 MACD 也是，对吧？前面的这个3浪的 MACD 明显这个柱子的这个还有面积伸长也有，然后等到5的时候，基本上这个 MACD 的柱子都没有了，非常的弱。所以说你简单的懂一点的话，你即使是用波浪理论的话，这个位置应该减仓啊，对吧？12.03那个位置，你不说全减掉，起码减掉个1/3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尤其我在最近直播也说过，这个如果说你以浪形来交易的时候，这个五浪结束之后，这个五浪啊，或者说以这种奔走中枢，以我们缠论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话，这其实是奔走中枢，这里是有中枢的。
那么一个趋势结束之后，或者说一个五浪结束之后，它也不代表着马上就要这个，像它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了，或者说这也是其中一种情况，直接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来了一个倒 V 的这种模式，对吧？是直接从又砸回的甚至更低的这个价格。那么这种情况你怎么能处理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因为有跳空缺口，有这个跌停板的原因，你是出不来的。这2天是出不来的，就第3天，它是一个跳空低开，然后一个强势反弹的时候能出得来，对吧？因为它是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给它拿到这里画，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这里有2个类中枢，然后它直接就是其实是砸破了这个中枢，但是呢，好在它其实是给到了这个第3天的时候给到了反弹，反弹这个价格应该就还是在这个前面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对吧？其实给了你机会出逃的，你有2天，如果说在上面减掉1/3的话，那么有2次，呃。出现过2次跳空低开，跌停板出来的时候，第3天其实可能应该能全跑掉，因为它是2个跳空低开下来的这种位置，肯定是它的基本面或者其他情况造成这种情况，造成了这个股票。那么这种情况是应该先出来的，对吧？就是它是给了你机会的。那么利用我们现在这个知识，我们在这里画，好，它这个反弹没有进去，这个反弹第3天的这个低开高走的这个反弹没有进入这个里面，那更要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次级别还是一个3脉，这个次级别是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卖点。我们之前讲，如果说是一个2、3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回落，这里会形成一个这是3买，对吧？如果说这个中枢是前面的，比如说这个中枢是这样，一个回落，然后这样，然后一个反弹，对吧？如果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2、3买重合的买点，对吧？那么我一笔到这里，一笔直接到这里，我重新画一下。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直接一个反弹，然后直接到这里，这样。那么这个买点针对下面这个中枢，你是借用前面这个走势的一个中枢来看，那么它就是一个3买。那么2买怎么来呢？是针对前面这个1买，我这个位置是2买，所以说它是2、3买重合的买点。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对吧？你借用了前面这个中枢的这个低点的位置，然后你有一个反弹，这笔反弹，所以说它是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卖点，那么你更应该出逃了。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出逃的话，起码能够把后面这一波大幅下杀能够避过去，你才能够在下面的有机会再买回来，对吧？很多人是死扛着不动，很多人是死扛着不动，出现这种大的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快速跌破你的最后一个中枢的区间的时候，你都不反应，那你请等着硬扛，那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看最悲惨的是，这只股票从它平完仓的当天开始到97年5月份，这是97年5月份，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从6块钱不到一直涨到30块钱以上，最高到了31.6，成了最大的黑马。这个股票是深地本地股，对吧？也就是深天地 A。那么禅师并没有具体在文章里面说这个股票的名字，他只是说深地本地股，然后又说了价格，这是朋友们通过他说的这些信息找到的这只股票。所以说，你只要学会了这套理论之后，其实想逃开这段大幅下杀的话是有机会的。你可能不会100%的出逃，但是能做到少亏是能够做到的，对吧？前面已经给了你信号是一个5浪上，明显在一个尾浪的状态。那么在第5浪的时候，你起码要把你的成本，你已经赚了。如果说是从低位就跟上去的话，那肯定已经赚了不少了。在第5浪的时候，你不出全出来，或者不说出一半，你也应该出1/3吧，对吧？那么出1/3之后，然后它出现了一个可能基本面出现一个什么变化，然后有这个跌停板出不来，但是第3天也是给你机会出来的，那么可能会
再出2/3，甚至全跑掉，你起码这个后面的一些是能够逃避的。那么这样的话，应该不会亏，或者说还能少赚一点。如果说按照这种交易方式的话，你这个应对方式的话，那么等到后面它又开始起来了，又开始在这里做中枢，你有机会进去了。你在上面不减，那下面就没有机会去加，或者没有机会再进。股票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有这么几种方式，要么是涨，要么是跌，要么是盘，就这么几种方式。但是呢，你的节奏如果说踏不对的话，那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该减仓的位置你一定要减，然后再耐心等待再次进场的机会。因为我们进场，我们交易是有一个闭环交易。什么叫闭环交易呢？就是买完之后你要随时找机会，或者说要择时把你买到的卖出去，把钱换回来，对吧？然后你卖完之后又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买回来。所以说它是一个闭环的交易，你不能说我只会买不会卖，或者说只会卖不会买，那么你的交易是不完全不完整的。这是第31课禅师提到的这个具体股票。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图形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往下看第32课走势的当下与投资者的思维方式。教你炒股票32，走势的当下与投资者思维方式。投资者的最大毛病就是只有一种思维方式，把自己的喜好当成市场的现实。按照这种逻辑，做多的就永远做多，做空的就永远做空，那不是有毛病吗？好像这次春节前的走势为什么要做多？因为技术上有形成中枢第2段的要求，这就是做多的客观要求。我们来看一下它什么是中枢第2段的要求。这是他发文章的这一天，2007年2月8号的 K 线。然后它所谓的中枢的第2段其实是这里，看到没有？这是一波上来，然后有一笔回落，然后一次上去。他说的是这段，这是中枢的第2段，就是我用另外一个颜色，这红颜色的是它中枢的第2段，也就是说这是进入段，然后第一笔下跌，第2笔上涨，说这段是中枢的第2段，也就是它所谓的做多的客观要求，对吧？当第2段出现背驰，这是第2段出现背驰，怎么简单的看背驰？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在这个周期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这很简单，看这里，3、4根 K 线，3、4根 K 线，对吧？然后这根 K 线又打了一个高点，也就是说在2月28号前一天那个高开低走的那一天还打了一个小高点，完美的构成了一个趋势上，这有进入段，2个小中枢，然后还打了一个高点，所以说呀。这个结构就是第2段的这个结构内部已经很饱满了，那么出现背驰了，那你就应该走了呀。所以说他说第2段出现了背驰，这就意味着做多的客观条件没有了，因为上涨结束了，连接上涨结束的，或者说延续或上涨结束之后的几种情况，我们之前应该是上一周我们做分享的时候已经说过，对吧？一个上涨趋势结束之后，它后面有几种情况，那么对应的上涨结束之后，要么是它把这个中枢给震大，要么就是走反向，可以走反向，在下面开启这个走势类型，或者说是什么呢？或者说在这里一直震，把这个区间给震大了也可以。无论怎么样的话，它都是要往下走，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走势类型结束之后，它后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已经要用完全分类的方式把它分类出来。无论怎么样的话，它既然上涨结束了，对应的就是下跌或者是盘整。无论是盘整还是下跌，如果说你只是做多的话，都会对；如果说你没有应对的话，在这个位置没有应对的话，那么对应的都是出现亏损。当第2段出现背驰，就意味着做多的客观条件没有了，继续硬撑着不是有毛病吗？牛市是快跌慢涨，熊市是快涨慢跌，这是最基本的节奏，不应该不知道，对吧？这是这个禅师在32课的这个其中一个插图，然后他这里还其实画了一个 MACD， 给了一个辅助判断，就是这个你第2段上涨的这个 MACD 的这个快慢线啊，柱子的跟前面这段上涨
都明显的这个弱，这是用 MACD 辅助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背驰。那么我刚才是用的一个是在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两个都要看。MACD 我们也要看，然后你的内部结构，所以说你是多周期的结合。这是第一个插图，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这个例子它用的是上证指数，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例子是民生银行，民生控股。禅师说，跌完以后涨得最快的是什么？就是跌出第三类买点的股票。看看000416上次的那一跌，一个完美的第三类买点，后面是一个月100%幅度的上涨，中间还带着一周的假期，大跌就把眼睛放大，去找会形成第三类买点的股票，这才是股票操作的节奏与思维。那么看一下他这个说的这个具体的图形，2007年1月26号，也就是禅师发文章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2007年1月26号，这个是不是，他发文章的是2月28号。那么他说的这个1月26号的话是这个第三类买点的这个位置，但是他这个三买啊，就是这个位置，看我的一个箭头，这根 K 线，这个三买，我们假设这个图形是日线的，因为它在这个在这个周期上，我现在看不到它的这个周期是什么，不知道是日线还是5分钟的，应该是日线的。现在这个 K 线应该是日线的。那么在日线上，它这里画了一个区间，对吧？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这个第一笔的回落，因为它有这个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是不够一笔的。这个包含关系处理之后是不够一笔，后面这个是够一笔的，所以说它这个区间中枢这个比中枢其实是1小时上的这么一个比中枢。那么这次的回落它是1小时的一个三买，就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它在日线上是只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浪形的模式，这是一个1、2、3，直接是这么一个，或者说你在这里画一个3也可以。1、2、3、4、5，对吧？所以说，这段上涨的话，就是一个大三浪，或者说波浪里面的三浪。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算上中枢的话，那这个中枢其实是1小时上的中枢，那么这个回落是1小时上那个三买。所以禅师其实是经常建议我们小散户多做三买和三卖，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效率高，它的效率高。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后是走势的一个中枢上移的过程中，类似一个单边段，就单边上涨、单边下跌，这三买和三卖，它效率更高。对小散户的资金量并不大的时候，多做三买和三卖，这样的话能够提高你的这个资金利用率。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多次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插图。那么这个是他举的例子是中国联通裸 K， 我们也假设它是一个日线的。那么禅师说，而对于本 ID 来说，如果有些话能当百万兵，本 ID 凭什么不说？本 ID 也没有兴趣知道，联通昨天936到945推出5.52元是谁中风了？这个是936，应该是这个价格吧？然后后面这个是945，然后这个最高点的话是5.52。他说的936到945是9.36到9.45。哦，它这个图形应该不是这个日线图，应该是一个5分钟图，所以说是一个短周期的这么一个图形。竟勇敢的顶出来一个顶背驰来，那时候本 ID 只看到了卖点，如此而已。就算不知道本 ID 的理论，最简单的，难道连1月4号到1月30号的连线在哪里都看不清楚吗？对吧？他说的1月4号到1月30号就是这么一个连线。所以说呀，趋势线也不是不能用，禅师在这里也说到了趋势线，就是一个高点连线。这两个高点的一个连线，那么出现了这根线之后，第三次又到了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压力位置，对吧？所以他说，你即使不知道缠论的话，那么你如果说懂这种趋势线，会画趋势线的话，也能操作。
不是说必须要学会缠论才能去交易。你很多这个欧美这边的交易员，他也没有懂缠论呢，对吧？所以说，不是说只有缠论才能够让我们来交易。那么理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好坏而区分，只要能够帮助你那个赚钱的话，都是好理论，没有贵贱区别。那么这个图形上主要就是说，如果说碰到这种趋势线的时候，你也应该去减仓啊，或者说甚至去做空它都可以。尤其在短周期的时候，这种是比较明显的。好的，那么的话，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禅师原文的插图。我们来继续我们周末的这个复盘。首先呢，就是下周有很多的这个跟宏观面相关的一些东西要出来了，尤其是周二、周三有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这什么讲话呢？就是他要去这个国会去作证去，好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那么去这个参众两院要作证，每次都很长的时间。那么这都是美东时间10点。但是这个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来说应该轻车熟路了吧？他毕竟是律师出身，对这种已经很能驾驭这个应该很容易了，对吧？再加上现在又有很多变数在这个美国的经济也好，国际政治也好，很多的变数，所以他有很多借口，他有很多的借口来挡着他，拿这些借口来当挡箭牌，来不降息作为不降息的借口，所以说对他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对市场的影响的话，但是呢，刚刚过去的这周，有一些这个美联储的，尤其是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说，有一个理事出来了，他说，美联储最快可以在7月份就要降息，这个还是让市场觉得还 surprise 的，对吧？毕竟刚刚那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刚过去，然后他就蹦出来，这个理事就蹦出来说，这个7月份可以去降息，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周二和周三这个讲话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周四的话，有一个 GDP 数据，还有就业数据，相对重要的就是周五了。周五有这个 PCE 数据，对吧？这个相对是更重要一点。所以说下周这个经济数据是比较多的，再加上现在美股的，尤其是标普是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开始要选方向了。然后紧接着就是6月份马上要结束了，那么第二个季度要结束了，再加上半年就过去了，那么半年报，然后又是季度报，都叠加到一块儿，所以说，对很多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我们来看一下图形，今天就简单分析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大盘指数。那么大盘的话，现在是月线上，马上还有下周一周，再加上6月30号一天，就一周多一点的时间，6月份就过去了。这个月 K 线就要收月 K 线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还是没有突破6147这个最高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6147，那就在次级别要关注出是不是要出现一个二卖，对吧？它的一般都是出现了顶分型以后，因为这个周期是很大的，是月线大周期，月线周期出现了顶分型，它不是马上就规规矩矩的给你回撤一笔，形成一笔回落，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在次级别，像这里也是形成了这个3个月的一个回落，然后次级别又上去了，又把这个前面这个顶分型给干掉了，说明这个顶分型变成了一个中继的。要看下一周，能不能够再次有效的突破6147，或者尝试去突破6147。不能突破的话，那往下走，甚至在小周期里面，它可以一直在这里横着。也就是月线上它可以一直在这里横着，然后可能因为什么事件驱动选方向也可以。所以说现在月线上是没有方向的，必须要再次突破6147，或者说跌破4835，它才有方向。要么就是回落成一笔，要么就是前面这一笔没结束，就是向上延续。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就是这个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3491这个上涨啊，这是大 A 中枢。啊，这里出现了大 B 中枢，这个整体的上涨这个趋势并没有被破坏掉，完全可以再上去，对吧？这就是你利用同级别分解。那么利用非同级别分解呢，就是从3491到最高点6147
是月线上的一笔。那么我从这个右侧，从6147如果说断开的话，我在右侧6147的右侧这里能不能够形成月线上的回落一笔？那么左侧这么是一个进入段，一个大 A 中枢，然后一个离开，还给了一个3买，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形成一个盘整上。那么右侧的话，最少要有3段吧，要么是出现一个盘整背驰，或者说你在这里，哎，给你2次反弹，然后再下来打一个低点也可以，一个盘整。如果说趋势更强一点，它可以出现一个趋势下跌，也可以，对吧？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么所以说这就是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以同级别分解，以中枢为中心；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你要考虑到它上一个周期是一个什么状态，上一个周期从某一个点到某一个点，它已经是一笔了。可以完成了，也就是说，那么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走反向，所以说非同级别分解的好处就是让你不要固守于只能上涨或只考虑上涨的一种情况，一定要2个方向都要想，它这里是不是要可以结束上涨了，可以是不是走反向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不能够只说啊，我只做一个方向，或者我只想现在股市只有一个方向，所以你这个如果说单单用同级别分解的话，你考虑的不够周全，你没有考虑到这个位置其实它可以结束了这种情况，你没有考虑到，那么你就会盲目的只去做多，或者说你只会单向做。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是出现它2次弹，然后又快速杀下来，那这个对你来说，这个快速下杀是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的，那么你的完全分类是不够完整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结合非同级别分解和同级别分解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这样的话，你的考虑是够周全的，你的完全分类才是够全面的。这是在周线上，现在我们利用这2种分析方法，然后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下它的最后这一笔，也就是我们在平时这个做直播的时候说过的这个，从4835现在到这个最高点6059这个内部结构，我们要看一下内部结构，对吧？是内部结构已经够充分、够饱满了，是可以掉头了呢，还是说它内部结构并不够饱满，还是可以往上冲一冲？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合多周期的原因。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多次了，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可以是一个5浪，也可以是一个3底。为什么说可以是5浪呢？因为你如果说用浪形分析的话，它就是一个1、2、3、4、5，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1、2、3、4、5。这个在周5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对吧？也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用缠论，严格缠论定义的话，它是3笔，因为它这个其中第2笔的回落，因为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那么严格定义的话，它只有3笔，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周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之前一直盯的一个位置是这个价格5963，5963这个点位是什么呢？是这个6月13号这个低点。那么之前是一直在这里一直没有跌破5963，那么在周五是跌破了5963之后，周五的最低点5952.56，那么这个回落勾一笔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清掉。现在这个回落勾一笔了，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5952啊，还跌破了这个5968，说明这里可以有中枢了，说有2次回落了，对吧？这里是可以构成中枢之后继续打高点的，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进入段，然后有离开段，这就变成了一个盘整上了，这个结构就相对的饱满了，对吧？比你单纯的只有这个浪形，就是所谓的单纯浪形，就是这种奔走中枢，比这种的结构肯定是饱满的。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它还是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关注的是6059这个下跌什么时候结束？虽然说从6059这个回落是够一笔了，但是他们可以没结束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跌不动了呀。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小周期这里面，它这里一直横着，然后一直慢慢可以阴跌，可以慢慢的往下走。就我提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5800，5800这个位置，
刚好是前面这个回落的这个价格的附近，然后也是这两根均线，100天和200天的价格附近都在5800。如果说它慢慢阴跌到这个位置，可能调整的会相对更充分一点。所以说我的建议是，现在不要盲目的这个去抄这个底，因为它这里虽然说是出现了2次回落了，这里是可以是成为一个结构性的买点，继续往上走的。但是呢，要等它调整的充分一点，也就是这个的回落的内部要更充分一点。所以说，利用我们的双触发，第一个触发就是底分型，首先要有底分型出现，出现底分型以后。比如说是这么一个结构，你才能去说这个有可能要结束了，还要看一下这段回落的内部结构，内部里面是不是有背驰，是不是3笔背驰，还是说一个5浪的，还是说是一个带中枢的，是带1个中枢的还是带2个中枢的，对吧？所以说这是需要耐心等待，最好是用双触发来进场。双触发进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你的这个成功率更高，你更容易更有希望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拐点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双触发。只用一个顶底分型的触发的话，容易是买在这个中继的位置，因为这个出现顶底分型以后，出现了顶分型或者底分型，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中继的。那么你买在了中继的位置，那你就要可能套一阵儿，对吧？所以说用双触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你的这个成功率。那么现在就是等待这笔的回落什么时候结束。好的，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这是大盘，我们简单讲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因为在过去的这周直播已经说了很多的个股，已经说了很多了。那么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这个 VIX 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VIX 的话，从我们周五直播之后，并没有新的变化，它还是在这个120天和200天这里横在这里。然后这个 MACD 现在已经开始张口了，所以说注意下周这个是不是要张口上去？那么目前这个周末，伊朗和伊拉克那边，伊朗和以色列那边还没有新的消息，就是一些更重大的改变，可能2个国家还在互轰吧，互相互相对攻，但是明显的改变，就是格局的改变还没有出现，就看现在大家都在等美国是不是要上场了。这个没有新的变化之前，这个 VIX 应该不会出现暴涨的情况。如果说你发现哪一天 VIX 突然出现一个快速大幅跳空高开往上走的时候，你要注意了，这个可能要张嘴往上走，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它现在这个 MACD 起码是有张口状态，那么开始有一些机构开始买期权做对冲了。我们最后再讲一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么我们之前关注的一个位置是这个价格102,746，为什么说关注这个位置呢？因为从这个110651下来之后啊，之前在这里都没有跌破过102,746，因为它只要不跌破102,746，这个回落就不够一笔。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6月20号周五是跌破了最低点102,357，跌破了这个102,746，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回落够一笔了，意味着回落够一笔了。那么这里是现在有中枢了，从74420上涨之后，这个结构现在是这样一个结构，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但是呢，它这个中枢的第3笔就构成中枢的第3笔构成段这段还不能说它结束，对吧？起码连底分型都没有，起码这个回落的底分型都没有。但是它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收缩三角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收缩区间就看它这个第3段什么时候结束。第3段结束之后，现在这个 MACD 你看它也收到了零轴这个位置，最好是能够在零轴这个位置收平。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起来，还是说它要在这里震一段时间，对吧？毕竟现在市场上特别火的，尤其最近这1-2周最火的就是这个稳定币了。那么这个稳定币，这个Circle Internet Group， 我们在直播中也说过多次，而且我在它下面有中枢的位置，我已经跟大家当时直播的时候特意提了。有没有吃得到，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对吧？这个是现在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稳定币。那稳定币的话，
具体的这个基本面方面，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相关的信息。但是它对整个的这个虚拟币的行业肯定是一个利好啊，肯定是一个利好。所以说，针对因为比特币是这个虚拟币的老大，呃，因为大的机构他们要配置，如果说要配置一些虚拟币的这个资产的话，肯定是要多买比特币的。那么，这个稳定币的这些肯定都是一个让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这个虚拟币了吧？无论怎样，对整个虚拟币行业是一个好事儿。那么，对行业的老大龙头，那么比特币，我还是一贯的那个建议，就买它的 ETF 就好了，最简单的，也不用操心这个周末，因为你如果说用合约的话，它周末也在动，你可能还会去考虑一下周末是不是想交易。其实，买 ETF 更多的能够把自己的手捆起来，你周末不交易可能没准是一个好事儿。而且合约这个东西它带杠杆的，你操作不好的话，杠杆这个东西其实是，也分人，也分人。所以大部分人是操作不好的，容易爆仓，很容易被干爆。这个是，一个建议。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周末就到这里了，再见。